8月7日晚，胡彦斌拿下歌手2026歌王。如果把这个结果只归结成总决赛的2首歌，可能会漏掉更关键的一部分。从前几期进入上位区到2次拿下月度冠军，再到带着 20% 的累积加权走进决赛，胡彦斌的优势早在歌王之战开始前就已经一点点形成。他到底赢在哪儿？第一个答案很直接，他没有把整季比赛当成一场场互不相干的舞台。过去大家提到胡彦斌的竞演能力，常常先想到2个字：改编。他能拆掉一首歌原来的结构，重新调整节奏、配器和情绪，再把它变成适合大型舞台的版本。这种能力很容易被听见，舞台效果又足够明显，自然成了他身上醒目的标签。歌手2026前几期这个印象仍然成立。第3期他与周倪 J 合作借过一下，把原本偏含蓄的歌曲改成国风说唱舞台，拿下联名赛第1。有人喜欢他的冲击力，有人认为改编削弱了原曲的细腻。胡彦斌的改编不只是追求好听，他首先在判断这首歌要被放进什么场景。他后来接受采访时提到，原版借过一下适合影视叙事，歌手的竞技舞台则需要更强的观赏性、情绪起伏和现场张力。这句话其实已经说出了他的第一层竞争思路。他考虑的不只是我想怎么唱，还包括这首歌放在这一轮需要完成什么任务。到了第1个月度决赛，胡彦斌演唱就是哪吒。这首歌延续了热血国风和强情绪的方向，最终拿下月度第1。如果只看到这里，观众依然可以把答案总结为胡彦斌太会改歌，舞台诱燃，当然容易拿到好成绩。但第2个月度决赛事情开始变得不太一样，他带来庙堂之外再次拿下月度冠军，成为整季唯一2次获得月冠的歌手。一次第一可以来自某首歌刚好击中现场，连续2个月都能在不同竞争环境里站到前面，就不能只用1次改变灵感解释了。因为月度赛考验的不是某个星期突然拿出一首大歌，歌手要先通过前面的场次进入安全区，还要控制每一轮的选曲强度，哪一首适合提前建立印象，哪一首留给淘汰压力更大的节点，风格是否需要延续，观众会不会对同一种编排产生疲劳，全部会影响下一场。胡彦斌这一季比较清楚的一点是，他很少把全部筹码压在一个晚上，前期的借过一下迅速建立辨识度，就是哪吒承接热血风格。到了庙堂之外，舞台仍然有他熟悉的编排密度，却没有简单复制上一场。这里出现了第2个答案，他会延续自己的优势，同时知道每一轮不能只交同一份答案。但歌手是一个长赛程，同样的音乐结构，相近的情绪推进，用过2-3次之后，第1次出现的新鲜感会迅速下降，保持辨识度和避免自我重复之间需要持续调整。胡彦斌在后面的百自在中，把 DJ 台、说唱和摇滚编排放进同一个舞台，这一场最终排名第3，没有延续月冠，却让他稳定进入总决赛。这个第3名指向的是，当单场结果不再占据绝对优势时，整体排名没有突然失速，前面累积下来的空间仍然存在。这正是胡彦斌这一季与单场爆发型选手拉开区别的地方。而竞赛需要处理的重来不只是这首歌所有人喜不喜欢，还包括他能否在当晚被迅速辨认，能否形成完整舞台，能否把歌手送进下一个阶段。胡彦斌没有让每首歌服务所有审美，他更像是在每一轮里先确定自己要解决哪一个问题。到了总决赛，这套思路变得更加清楚。第1轮帮唱，他选择与韩磊合作走四方，2个人的声音条件和舞台气质都偏向厚重开阔，歌曲本身又有很强的辨识度。这一轮不需要花很长时间让观众理解概念，舞台一开始合作关系和情绪方向就已经成立。走四方拿下帮唱排位赛第1。到了第2轮个人竞演，他没有再复制一首同类型的经典大歌，而是选择自己的新作生死未定。前一轮需要的是快速形成合力，第2轮承担的则是个人表达和整季收束。一首负责打开总决赛现场，一首回到自己的音乐方向。2首歌的功能并不相同，放在一起才构成他对决赛的完整安排。说到这里，我们还是要追问一下，胡彦斌的冠军能不能全部归功于他的个人能力？答案当然不能这么简化。一个直播竞演舞台的完成，还包括选曲是否适合当晚，编曲与制作团队如何落地，乐队和帮唱嘉宾的配合，灯光镜头怎样放大情绪，
以及节目赛制如何计算每一阶段的成绩。走四方的现场效果不能离开韩磊的参与，一首歌能不能迅速打到观众，舞台调度和镜头呈现同样会产生影响。更不能忽略的是本季阅读成绩可以转化为总决赛加权。胡彦斌凭2次阅读冠军累积了 20% 的加权优势，这意味着总决赛开始前所有人就已经不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这个规则引发争议很正常，有人认为既然叫歌王之战，决赛当晚的表现应该占据更大比重。另一种看法是，长达数月的比赛如果完全归零，前面每一轮的稳定表现又失去了意义。我们只需要确认一个事实，那 20% 不是节目在决赛前突然交到他手上的分数，它来自就是哪吒和庙堂之外2次月度第一，来自前面多轮没有调出竞争位置的累积。换句话说，赛制确实放大了胡彦斌的优势，但他恰好是这一季最早看懂前面的每一场都会影响决赛的人。这带出了第3个答案，他管理的不只是舞台，还有整条赛程。第一阶段先建立清楚的音乐辨识度，月度决赛把排名转化成可以累积的优势，进入后半程，即使某一场没有拿第一，仍然守住决赛位置。到了最后一晚，再用2种功能不同的选曲完成收尾，每一部单独看都未必惊人，连起来之后才看得出这个冠军为什么不是决赛一晚赢来的。胡彦斌曾把歌手形容成音乐人的高考，他提到拿下联名赛冠军后心态反而更加慎重，因为人可以接受往上走，却很难接受自己掉下去。这段话没有必要被说成励志故事，它更像是一种很具体的职业反应。取得优势之后，先想到的不是庆祝，而是下一轮怎么避免把优势丢掉。这正好解释了他整季的状态。观众过去看到胡彦斌，容易先看到技术、转音节奏配器、重新拆解一首歌的能力。歌手2026并没有推翻这个印象，改编依然是他的强项，相关争议同样存在，只是完整一季走完之后，这个印象多了一层。会改一首歌能带来一场高光，知道每一场应该拿出什么，保留什么，改变什么，才能把优势维持到最后。胡彦斌赢下的不只是8月7日那场总决赛，第3期的联名赛第一2次月度冠军， 20% 的累积加权冲刺赛守住前3，以及总决赛走四方与生死未定的不同安排，共同构成了最后的结果。至于每一场改编是否都好听，每一次排名是否都符合你的审美，观众依然可以保留自己的答案。但他到底赢在哪儿这个问题到这里已经比较清楚了。他把一项容易被看见的改编能力放进了一套能够持续运转整季的比赛方法里。冠军在总决赛公布，差距却是此前一场累积出来的。一个作品播出之后，观众会对一位演员的认识常常会从外形角色标签慢慢走向他如何完成表演。同样的，一期节目结束后，歌手身上也会发生类似的变化。